阶层分级，文化复制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中国未来10-20年的社会结构，干部子女将会在官场占有最多比例，富豪子女仍会像父辈一样占有最多的经济资本，并将比父辈更善于与国际同行合作。中产阶层的某些儿女会成为主导科技发展的精英，他们一部分服务于国家成为科学家，一部分服务于大型或超大型企业成为持股人，一部分稳住了中产阶层地位。绝大多数的市民阶层或草根阶层的子女，如果不能自幼摆脱娱乐文艺泡沫的侵袭，即便有了大学文凭，却只不过成为比比皆是的脑力劳动者。知识改变命运的规律，也就只能将他们改变成不再像父辈那样的体力劳动者而已。这不是我说的，这是著名作家梁晓声书中的原文。其实这种规律或者说现象，在古时候更是如此。但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位人物不太一样，他是没有背景，没有后台，不是哪家的2代3代，通过自身成就功名，进而受万世所敬仰。说北宋徽宗崇宁2年2月15这天的夜里，在河北西路象州汤阴县永和乡孝娣里一户岳姓的普通农户家中，一个小婴儿咕咕坠地，这孩子乳名唤作五郎。据说就在他出生的时候，恰好有一只大鸟在屋顶盘旋鸣叫，所以家里给他取名为飞。中国古代的礼俗男子20而冠，宋朝的时候呢俗称裹头，这个时候要在名外取字，名和字往往相互照应，依照礼俗，孩子家人给他取字彭举。古代的姓氏中岳姓是个小姓，在宋代以前几乎找不到岳姓的名人。那么岳飞、岳彭举，他的籍贯在今天的河南，而在宋代呢就被称作河北人或者河朔人。从今天开始慢聊两宋烟云将以岳飞这位大英雄为主线，和您聊聊南宋时期岳飞抗金的一系列故事。片中内容重点参考官修正史，喜欢别忘了点赞转发。说被公认为中兴四将之首的岳飞，他的早年究竟是怎样的？先后4次从军，这中间有哪些曲折经历？今天咱们就来聊聊他的故事。武穆王岳飞，他的早年是怎样的呢？岳飞的父亲叫岳和，母亲是姚氏，他的祖上世代以务农为生。在岳飞的前面应该还有4个哥哥，可惜全都不幸夭折。生五郎这一年，这个姚氏已经36、7岁。在这之后呢，不久又生了一个儿子，叫做岳帆。除此以外，岳飞至少还有一个姐姐。后来呢，他的外甥女婿高泽民曾到他的军中效力。岳飞长大以后，履历惊人。按照宋史的记载，其生有神力，这不应该是天生的。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，干农活是其本分。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或许正是自幼严酷的劳动锻炼等因素，造就了岳飞惊人的履历。那么到什么程度呢？史记原文是魏冠挽弓300斤，弩8弹。弓和弩是宋金时期的主要武器。所谓军器30有6，而弓为称首；武艺10有8，而弓为第一。这个弩实际上是弓的一种，但是这2种武器在使用场景上有很大不同。弓骑兵、步兵都可以使用，弩通常局限于步兵。弩箭的杀伤力要更大，射程要更远。常规单人弩一般前面有脚环，使用的时候需要用脚蹬着拉开射击。相比之下，弓箭的操作方式要更加快捷方便。岳飞在不满20岁的时候能拉开300斤的弓，以宋代标准来计算，一弹约等于 92.5 斤，300斤相当于挽弓3弹开外。同时期的宋高宗赵构挽弓至1弹5斗，这是宋徽宗众多皇子中的翘楚。按照宋朝的军制，弓箭1弹5斗已经算得上是武艺超群，可以选充班职，给皇帝当近身护卫。北宋武士挽弓的最高纪录也只有3弹。由此可知，单以履历而言，岳飞已经是登峰造极的境地。还是在10几岁的时候，这一时期有一个人对于岳飞的武艺影响极深，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周同。小说《说岳全传》将他塑造成了18般武器样样精通的高手。水浒传里面
说他是林冲和卢俊义的师傅。真实的情况，周同应该是汤阴本地的乡豪。有那么一次，周同当众表演，连射3箭都射中靶心，并且说如此而后可以言射矣，怎么着也得像这样才可以说会射箭。这时候呢，岳飞上前想要试试，结果是引弓一发破其廓，再发又中。箭廓就是箭尾，就是射箭的时候搭在弓弦上的那部分。岳飞连发2箭，全部射破了箭廓。这一下让周同吃惊不小，立即将2张心爱的弓送给岳飞，并且在接下来几天把自己在射箭方面的心得和诀窍倾囊相授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，岳飞已经可以左右开弓，百发百中。后来周同病死，岳飞悲痛不已，每到初一15都会到老师的坟前吊唁。因为没有钱，甚至点卖了自己的衣服，在坟前擂酒卖肉。他的父亲岳和突然发现说这个儿子的衣服10天半拉月少一件，不翼而飞，下落不明，追问岳飞，但是他愣是不说。后来是悄悄跟踪才发现这个秘密。岳和态度呢也一下调转过来，转而称赞自己的儿子有情有义。岳家祖祖辈辈务农为生，应该不太可能有多少文化，但是深明大义。岳飞本人可能上过东学，东学呢就是宋代一种季节性的教育方式，就是在农闲的时间由专人到农村来教书。尽管对知识如饥似渴，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，农家子弟是不可能在文化上得到深造的。岳飞是到了后来当了将帅，才略知书传，能赋诗填词，书法学的苏轼，最喜欢读的是《左氏春秋》和《孙吴兵法》。岳家最初是拥有几百亩薄田的自耕农，按理说自给自足是绰绰有余的，但是赶上灾年，自家的口粮也会紧张。如果能有所结余呢，岳和和姚氏还会接济逃荒要饭的难民。这种醇厚善良的品德对岳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随着岳飞岳帆渐渐长大，由于各种原因，岳家已经每况愈下，日益艰难。可能是抱孙心切，岳飞在16岁这一年，在父母张罗下娶了刘姓女子为妻。1年以后，他的长子岳云出生，家有喜事，可是经济负担却越来越重。古代的农民在无法维持生计的情况下，只能是点卖田地或者借高利贷。岳家呢，在当时也是这么个情况，最后是公债私债交替着来催要。粮食还没离开长院，刚织出来的布帛还在织机上，就已经不属于自己了。岳飞在新婚不久，就不得不背井离乡出外谋生。象州安阳县有一户世代富贵的簪缨之家，这户人家姓韩，哪个韩呢？历任仁宗、英宗、神宗3朝的宰相韩琦是这个豪门大族的奠基人。韩琦的长子韩忠彦后来也当过宰相，皇亲国戚，世代为官。这是象州本地极富极贵的豪强之家。岳飞10几岁离开汤阴，最初就来到了韩府。到韩府干什么呢？当佃客。宋代的佃农同样是租种地主的田地，而后以实物缴纳地租，但是地位很低。法律上有明文规定，佃客犯主加凡人1等，冒犯了主家罪加1等。地主杀死佃农可以不用偿命。可想而知，一个外县谋生而来的岳飞，在韩府过的肯定是不太如意的。这个期间倒是有这么个事儿，让韩家养尊处优的子弟们认识了岳飞。有这么一天，一个名叫张超的强盗统领数百人围住韩家庄园，他们想要通过抢劫这种快捷方式赚取他们人生的不知第几桶金。赶得不巧，正好岳飞在场，引弓一发，一箭贯穿张超的咽喉。张超当场毙命，剩下的一看领头的死了，顿时群龙无首，作鸟兽散。岳飞解救了韩家的危困，但是并没有被另眼相看，厚礼相待。一个普普通通的年轻佃客，身份地位还是太低了。或许是生计艰难，或许是思念亲人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岳飞选择离开安阳，回到了汤阴。这个时候的宋朝民间东南有花石纲，北方有公田，苛捐杂税比比皆是。在河北等路，一方面要为繁重的军事提供后勤补给，一方面征辽部队过境骚扰抢掠，更是鸡犬不宁，民不聊生。
岳飞回乡以后，经过全家的再三商量，最后决定出外当兵，谋一条生路。他的外祖父姚大翁想方设法请来当时的一位名枪手陈广，教授岳飞枪法。经过一段时间勤学苦练，岳飞的枪法在汤阴已经难逢敌手。宣和4年，岳飞来到了真定府投军。真定就是今天的河北正定。真定府统辖着包括象州在内的6个州府，当时的知府呢叫做刘格。这个刘格是北宋末年十分有军事能力的文官，同时呢也是一位悲情人物。最突出的一次表现是在靖康元年主持了真定保卫战。汴京陷落以后，这个刘格被派去金军大营求和。金人知道刘格是个人才，对他许以高官厚禄。刘格不为所动，昂然写下遗书，说真女不是二夫，忠臣不是两军，主忧臣辱，主辱臣死，以顺从敌人为正道，是切腹之道，我因此必死。留下这么一封遗书以后，刘格是沐浴更衣，浊酒一杯，悬梁而死。说在真定见到知府刘格的时候这一年的岳飞刚刚20挂零。刘格一眼就看中了这个青年，方脸大耳，眉宇开阔，两眼炯炯有神，体格极其壮实。问他说你为什么投军啊？回答说是为了保卫乡土。刘格对这小伙子很满意，立刻提拔为小队长。当时的象州出现了一伙巨贼，为首的叫陶俊、曹进。岳飞听说这伙人在家乡为非作歹，并且屡屡击败官军，主动请缨，以200兵丁返回象州，先派30人假扮成商旅，听凭这伙盗贼的劫掠，把30人收归不武。随后呢，命令100人埋伏在山下，他自己领几十个人前去挑战，然后假装败退。盗贼们乘胜追击的时候呢，100伏兵和30个假扮的商人里应外合，一举将匪首陶俊、贾进擒获，剩下的全部溃散。剿匪成功，即将被上司提拔的时候，这个岳飞的家中传来噩耗，他的父亲岳和突然一病不起，急急忙忙赶回家中守孝3年。到了宣和6年，为了谋生，岳飞再次投军。岳飞在上一次投军实际上连正式的编制都没有。这第2次呢好了一些，被分拨到了河东路平定军，这个地儿就在今天的山西省平定县。宋代军制从上到下分别有禁军、湘军、乡兵、番兵。平定军屯驻的禁军共计5个部分，岳飞大概是被编入了隶属于侍卫马军司的广瑞军，充当骑兵，并且在不久以后升为偏校。这一年河北发了大水，无情的水患让老百姓流离失所。宋朝实行3年招兵的政策，理由是不收为兵则恐为盗，与其让这些流民成为强盗，还不如收编到军队，把反抗的力量转化为维护统治的力量。这手算盘打的是相当精妙，只是维持稳定同时，每年需要用巨额军费赡养大批脱离生产的人口，也成为了这个宋朝社会的一个痼疾。部队发放钱粮需要养活的不仅仅限于军士本人，还包括军士的家属。这个军营不单单屯驻军人，还有大量的军属，养兵100万，实际上是养500-600万人。庞大的军费开支压在几千万农民身上，再加上宋徽宗君臣胡搞八搞，最后呢，整个国家的财政极度危险，甚至入不敷出，几近崩溃。军费有相当一部分落入了将领的私囊，当兵的被克扣军饷，充当苦力，官兵之间矛盾尖锐，军政腐败，军纪废弛，部队训练不达标，甚至完全不训练，出兵打仗往往是一触即溃，甚至不战自溃。北宋时期整个国家的军事机构就这样好像被虫吃鼠咬，千疮百孔。金军南侵之后，岳飞参加了平定军守卫战，可是独木难支，河东一路接连沦陷，最后他不得不带着妻子刘氏、长子岳云和出生了几个月的岳雷逃归家乡。金军灭辽破宋，进据中原，很多汉人被抓去当了奴隶，用铁链锁住，耳朵上刺上一个官字，明码标价，像货物一样出售。在燕山府等地甚至专设了买卖奴隶的市场，有的还会被转卖到西夏、蒙古和高丽。奴隶的价格往往很低廉，在西夏一匹马就可以换来10个奴隶。回乡途中，岳飞和妻儿颠沛流离，极目所见是山河破碎，生灵涂炭。辗转回到故乡，可是故乡的情况并不比外地稍好。当年正月，
金军曾攻破相州，四太子完颜乌竹，占领过汤阴，终于见到了想念已久的老母姚氏，岳飞啊总算是有了一点宽慰。但是此时的他呢，经过多年的军营历练，早已经不是当初的心境。山河破碎，黎民遭难，让这个青年啊悲愤填膺，想要重返前线。可是老母年事已高，岳飞天性知孝，一时间他是卧不安席，食不甘味。岳母姚氏，一位普通的农家妇女，深明大义，教子有方。老太太不愿意拖累儿子，积极勉励岳飞从容报国。屡次要求之下，岳飞最终决定留下妻子刘氏赡养母亲，他自己孤身一人赶赴前线。于是也就有了岳母刺字的传说，说岳飞在临行前，老母姚氏在其后背深深刺上4个大字，叫做尽忠报国。到了明清时期，传说又演变成了精忠报国。传说实际上存在一定争议。首先是岳飞背后到底有没有刺字？答案是的确是有。根据《宋史·岳飞传》的记载，会遣使补飞父子正张献世，使者至，飞笑曰：皇天厚土，可表此心。出命何处居之？非烈伤以备是助，有尽忠报国4大字，深入肤里。不，秦桧陷害岳飞的时候，最初安排的是御史中丞何柱负责审问。见到何柱啊，岳飞脱去外衣，露出后背给何柱看，见到有尽忠报国4个大字，何柱知道这个岳飞是无辜的，转回头来找秦桧，说强敌未灭，无故戮于大将，失士卒心，非社稷之常计。秦桧对何柱极不满意，随后又换上莫其谢来审理。根据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王曾禺先生的推论，宋史是元末脱脱等人啊利用旧有的宋朝国史编撰而成的，其中的《岳飞传》大致是照抄的南宋官史中兴四朝国史。中兴四朝国史再往上倒，是岳飞的孙子岳珂呈交南宋朝廷的《鄂王行事编年》，而《鄂王行事编年》就是在岳飞第三子岳林多方收集资料，并得到南宋国子博士顾启的帮助，整理出一份岳飞传记草稿的基础上完成的。因此可见，《宋史·岳飞传》它的内容啊还是比较可信的。岳飞的背后啊，的确刺有尽忠报国，但是这4个字到底是谁刺的，史料当中都没有明确记载。有关岳母刺字，最早啊出现在清代的《如是观传奇》，其中有岳母刺字精忠报国的情节，这是个很传奇的剧本。从靖康之难落笔，一直写到岳飞直捣黄龙，迎回2圣还朝，山河恢复，秦桧被明正典刑，这等于是架空历史，大做翻案文章，许多内容啊毫无依据，全凭虚构。在这之后，有一部书也出现了岳母刺字的内容，而且影响更加深远，就是《精忠演义》说本《岳王全传》，又名《说岳全传》。再往后呢，这个小说、戏曲等等传播方式把岳母刺字说的煞有介事，进而广为流传。应该说，岳母刺字啊是一个美丽却又经不起推敲的传说。精忠报国是从尽忠报国演变而来的，历史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。这片土地啊，即便有不公和黑暗，却又始终有这种源源不断的温暖，照亮人们向着光明前行。靖康元年的冬天啊，岳飞再次来到象州城投军。前2次他是被迫的，为了谋生；这一次是主动的，保家卫国。武义大夫刘浩这时候在象州招募义士，收敛溃兵，询问了岳飞的过往经历，对他很是器重，命其负责去收编一伙盗匪。这伙盗匪为首的叫做吉倩。岳飞在一天傍晚只带了4个骑兵前往吉倩的营寨，规劝他们弃暗投明，共同抗金。吉倩等人啊有意归顺，但是担心会被朝廷找机会除掉。双方正在商谈的期间，一个黑大汉突然扑向岳飞，岳飞闪身躲过，同时呢以手掌重重劈到那壮汉的脸上，将其打翻在地，随后抽出佩剑指向对方。众人为岳飞的气势所折服，赶忙拜倒求免。最后岳飞呢引领着这支380人的队伍返回象州，他本人呢也因此被升为纵九品的承信郎。金国人2次南下，兵锋直指汴京的时候啊，康王赵构受命前往金军大营求和。赵构是明知道金军已经渡过黄河，却反方向北上，先到磁州，后到象州。接到宋钦宗赵桓秦王的命令，
河北兵马大元帅赵构啊，畏敌如虎，想要南逃，于是呢，派兵四处侦察。岳飞奉了元帅府前军统制刘浩的将令，领了300骑兵，前往北京大名府魏县的李固渡探查敌情。在一个叫做施玉林的所在，成功击溃了一队金兵，杀死1名金将。回来以后，因功升为蓟里保义郎。赵构啊，在这时候经过汪伯彦的怂恿，决定一边派兵南下迷惑金军，一边逃往大名府。岳飞这期间呢，再次奉命到华州侦察，在黄河洞宾之上和一伙金兵发生了遭遇战。只见对方一员金将跃马扬刀而来，岳飞见状挺枪跃马迎战，只一个回合，2马一搓蹬的那个空档，岳飞抽出佩刀将对方砍落马下。众将士紧随其后，一鼓作气将本来人数众多的金兵杀退。华州小胜，岳飞呢又被升为纵8品的秉义郎。可是作为第一军官，对元帅府内幕是不可能知道的。他所在的部队呢，说是南下解救汴京，实际上只是虚晃一枪。在这之后啊，尽管惶惑不解，岳飞仍然不得不跟随大部队撤往大名府。没想到这一去，竟然是永别故土。他的家乡汤阴啊，在不久后再度沦陷。他的妻子刘氏在兵荒马乱中无法守节，忍受艰苦。好险岳母姚氏和岳云、岳雷2个幼子先后2次改嫁，姚氏祖孙3人从此颠沛流离，艰难度日。赵构从相州到大名府，从大名府逃到东平府，从东平府又南下冀州，从冀州前往南京应天府，并且在应天府称帝，建立了南宋。在此期间啊，岳飞所在的部队从隶属于宗泽又转到了黄潜善的麾下。有一次呢，他是连发2箭，射死了2名金军执旗官。有一次他是披头散发，挥舞4棱铁锏，身先士卒，直贯敌阵，凭借军功又升了官，这回是纵7品的武义郎。在护送赵构来到应天府以后，岳飞越级向皇帝上书，责备黄潜善和汪伯彦不思进取，一味退让。一个25岁的低级军官居然敢于公然批评当朝宰执，对于当时文尊武卑的大环境而言，这无疑是需要非凡的胆识和勇气的。黄汪奸臣当道，对这种小人物的发声嗤之以鼻。岳飞随后呢被革调官职，削除军籍，遭到这样严厉的打击和迫害，胸中烈火已经燃烧到无法浇灭。怀着尽忠报国的一腔激情，岳飞再次回到了河北抗金的前线。建炎元年的8月啊，他来到了大名府，投奔河北西路招抚使张所。张所在了解了岳飞的大致经历以后，当面抛出一个问题：闻汝从宗留守，勇冠3军，汝自料能敌人几何？听说你之前勇冠3军，请自我评价一下吧。岳飞回答说啊，勇不足是也，用兵在先定谋，谋者胜负之机也，不为将之道，不患其无勇而患其无谋啊。接着又把古代兵法上兵伐谋按照他自己的理解说了一说。张所对岳飞大为惊奇，并且说君殆非行伍中人也。两人随后促膝而谈。通过这一番畅谈，张所更加认定此人是难得的将才，将其一路破格提拔到纵7品的武经郎，升任统制。此时张所的工作也遇到了很大阻力，主要是黄潜善、汪伯彦不干正事儿，对抗金活动造成阻力，连存放在大名府的兵器和甲胄都不准动用，勉强拼凑了7000装备不良的军队，以王彦统领岳飞等11员将领收复魏州。没想到这一去成了永别。王彦、岳飞等人啊，领兵离开大名府之后，宋廷贬谪张所的命令啊，也很快下达。张所被贬到了岭南，在居留京沪南路潭州的期间，被土匪杀害。张所是两宋之际一位相当有才气谋略的人物，可惜还没有得以施展抱负，就惨死在了流放途中。纵观岳飞一生，张所应该是和他感情最为深厚的上级。两人相处仅仅1个多月，然而知遇之恩，志趣相投，却让岳飞终生难忘。后来身居高位，他花费很大的力气，终于找到张所的儿子张宗本，无论饮食起居、文武教育，像自己的儿子一样抚养成人。再后来呢，上奏朝廷追复张所，顺便还让张宗本因补为官。张所被革职，
王晏屡破金兵，但是得不到上级指示，也没有后援，所能依靠的只有当地的民众。金军听出了后方有这么一支队伍，也腾出手来，准备专门对付。面对集结而来的敌军，王晏认为应该谨慎慎重，他的按兵不动，引来年轻气盛的岳飞的不满，说：“二弟蒙尘，贼惧何说？臣子当开道以迎胜于，今不速战而更观望，岂真欲负贼也？大敌当前，不想着冲上去杀退他们，难不成你王晏想要叛国投敌吗？”王晏是都统制，是领导，岳飞作为下级，心情可以理解，但是以下犯上，可就犯了忌讳了。王晏默不作声，只是在席间给岳飞劝酒。旁边有个姓刘的幕僚，对岳飞很是不满，屡次蘸着酒水在手掌中写个斩字给王晏看，王晏全当没看见，不做表态。可是岳飞一怒之下，领着所部人马擅自出战，并且还一举夺取了敌军的大旗。夺了大旗以后，在空中挥舞，激励士气。于是其他各军争先恐后的出击，成功攻下了新乡县，生擒了金军一个千夫长。紧接着大家伙呢齐心协力，又打败了金军万夫长王所的军队。金朝那边以为宋军大军开道，集结了数万兵马进行反攻。王晏、岳飞这些人呢，一共才几千人，要装备没装备，要补给没补给，到最后只能是勉强突围溃散。王晏冲出重围，转战数十里，收拢残部700余人。为了表示宁死不屈的斗志，王晏和部属们全都在脸上刺上赤心报国、誓杀金贼。后来这一支队伍发展到10多万人，和金人交战上百次，金军屡次围剿，都以失败告终。八字军的威名从此响彻大河南北。岳飞在突围以后，领着一支人马在太行山区苦战。他本人在一次遭遇战受伤10余处，天寒粮尽，只能杀掉自己的战马给将士们充饥，境地一度艰难危急。听说了王晏的八字军兴旺发展，岳飞呢也意识到自己当初的鲁莽，孤身一人前往王晏的山寨后门谢罪。但是王晏拒绝收编岳飞部众，也不愿借他粮食，有的部属呢甚至建议将岳飞处死。王晏说：“按照军法我应该直接杀了你，你如今孤身一人来找我，足见胆气可嘉。现在国家艰难，人才难得，我不杀你，你还是走吧。”岳飞、王晏就此一拍两散。岳飞在转战太行山期间有一次生擒了金将耶律耶乌，夺了几十匹战马。没过几天，又发现一伙更大规模的金军在曲曲弯弯的山道上行进。岳飞让手下几十人据守险要，他本人是单枪匹马突然冲下山岗，一枪将对方为首的黑风大王刺死。上万金军以为遭到了埋伏，仓皇败退。南宋建炎的初年，在金朝统治区抗击金军的不止王晏和岳飞两支队伍。宋廷在罢免李纲以后，镇守东京开封府的宗泽事实上成了抗金的中心人物。宗泽委任王晏为制治两河军事，王晏呢派人命岳飞所部去某地把守。但是岳飞此时深感和王晏难以共事，于是率部南下东京开封府，再次接受宗泽的领导。宋朝的军法中有这么2条规定，说军中非大将令、副将以下则出号令，即改易旌旗军号者斩，背军走者斩。东京留守司的官员照谕令建议对岳飞军法从事，而宗泽早就深知岳飞骁勇善战，认为他是一位难得的将才，也谅解他脱离主将，初心是为了抗金杀贼，因此决定将岳飞留在军中，官职将为秉义郎，将功补过。这年12月，金军大举南侵，宗泽命岳飞点其500精兵前往泗水关探查敌情，临行前特意交代说：“汝罪当死，我视而不问，今当为我立功，往事敌事不得轻斗。”岳飞领命谢罪，来到泗水关，在和金军接触以后，把宗泽交代不得轻斗忘到脑后，一计当前所向无敌，打败敌军，凯旋而归。宗泽论功行赏，当即将岳飞任命为了统领。岳飞也是相当提气，在宗泽麾下保持了每出必捷的战绩。宗泽十分器重岳飞，专门授其阵图，命他好生学习研究。说尔智勇才智，虽古良将不能过，然好野战，非古法。今为偏僻尚可，他日为大将，此非万全计也。说你
智勇才艺已经赶得上古代那些名将了，只是战术打法都是野路子，不可取。现在还没事儿，将来要当大将，这可就不是万全之计了。岳飞拿了阵图，拜谢告退回去，粗略看了一遍，就放一边不看了。又过了一阵儿，宗泽问起来说：“那阵图你看怎么样了？”岳飞率直的说出了那句后来十分有名的军事格言，说：“兵家之要在于出奇，不可测时，使能取胜。阵而后战，兵法之长，运用之妙，存乎一心。”宗泽自此对岳飞更加看重，将他提升为了统治。遗憾的是，出师未捷，英雄洒泪。宗泽在此后不久忧愤而死。对于岳飞而言受教诲最深的长官无疑就是宗泽。尽管不是其麾下第一等武将，却成为了宗泽最忠实的继承人。从治军的整肃到律己的严格，岳飞处处都保留着宗泽的遗风余烈。也难怪宋朝人会说，宗泽虽身不及用，尚能为我宋得一岳飞了。宗泽死后，接任东京留守的是杜充。杜充无意抗金，并且对人猜忌暴力，刚愎自用，部将们不得不离心离德。宗泽在，则道可使为兵；杜充用，则兵皆为道矣。比较典型的几支队伍丁进、杨进已经叛而为道，剩下的王善、张用也已经有了反意。这一天，岳飞奉了杜充命令攻打张用，双方在南浔门外交战。张用有王善支援，兵力号称有20万，这边岳飞呢只有800-900人，敌我悬殊过大，众人全都担心打不过。岳飞见状从容说道：“说看我为诸军破之。”说罢，催马来到阵前。叛军中有一员悍将出阵迎战，被岳飞一刀从头到腰劈成2半。叛军本来就是乌合之众，众将纷纷被岳飞的武力值震撼，再加上原本就同属一个阵营，叛军们无心恋战，纷纷退散而去。一战独挡乱兵20万。岳飞此后升迁正七品武经大夫。建炎3年的6月，岳飞接到了杜充的命令，命令他的部众必须随杜充南撤建康。深知杜充这是准备弃守开封，要把大江以北的土地和人民拱手让给金人。岳飞强压怒火，找到杜充，苦心规劝，说：“中原之地尺寸不可欺，况且社稷宗庙都在京师，陵寝在河南。今天您拔腿走了，这个地儿可就不再属于我们了。回头再想取回来，没个几十万的兵力是办不到的。希望您慎重、慎重再慎重。”换了别人杜充可能早就发飙了，但是面对岳飞这么一员猛将，杜充只能把他的话全当耳旁风，不听不信，不发表意见。随后我行我素，照原计划撤离。无可奈何之下，岳飞只能是跟随着杜充过了江，进驻到了建康府。在故乡汤阴沦陷以后曾有同乡来找过岳飞，告诉他母亲姚氏和妻子刘氏的消息，并且转达了姚氏的嘱咐：“为我与五郎免视圣天子，勿以劳骜为念也。”就是说你专心领你的兵，打你的仗，不要挂念家里，不要惦记我这个老太婆。岳飞在得知刘氏已经改嫁的消息以后，愤恨其背信弃义，老母和2个儿子更让他寝食难安。他派人秘密潜入汤阴，前后18次，终于把母亲和儿子接到了自己的军营。大概就是在建炎2年到建炎3年前后，岳飞又另娶了一个新妻，名叫李娃，比岳飞大2岁。这一任妻子要明显好过前一任，对待姚氏很孝顺，也疼爱岳云和岳雷。从刘浩到杜充，岳飞先后跟随了7位长官，战场上冲锋陷阵，身上刀伤剑伤，伤痕累累，身先士卒，出生入死，到头来却要放弃已经坚若磐石的开封。这种情况让这位27岁的青年将领无法理解，迷茫苦闷。到了建康，岳飞越发感慨自己的才能和抱负始终无法全面施展，屈居偏僻，来去听人号令，只要能让他手握重兵，统领3军，到那时杀过大江，收复河山，摧灭强敌，自然可以名垂千古，和关羽、张飞齐名。多年来屡遭挫折，终究难以磨灭这位大英雄心中斗志，枕戈待敌，随时准备着奔赴新的战场。好了，读历史知善恶，感谢您收看收听，
这里是烽火照东南慢聊两宋烟云的第14集，片中内容重点参考官修正史。如果喜欢，欢迎点赞、转发、评论。本期节目到此结束，下一期不见不散。